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早该上桌了，诚意的待播剧未播先火了，若不是剧延播了，他早该上桌了。01最近网传诚意主演的《富山海》有望在9月播出，无论真假，粉丝期待看到诚意作品的心达到了顶峰，尤其是粉丝线下对这部剧的剧宣，场面极其盛大，人山人海。不仅如此，线上这部剧在 TX 和 IQY 的双平台的预约量已突破了900W， 创下武侠题材的未播预约纪录。原本这部剧应该在5月播出的，但是中间经历了一些波折，没有播出成功，导致已经下半年了，诚意在今年依旧没有作品播出，曝光量减少，这使得本该早早上桌的他却被落下。现在终于要播了，很期待了。不仅是这部剧，今年3月刚杀青的《长安24季》预约量在最近也突破了200W， 人气之高。总之，今年下半年上桌的男星里，预测少不了诚意。不过，诚意早就凭借当年的《琉璃》上桌，只是内娱新晋男神频出，竞争激烈，需要有优秀作品的不断加持，才能反复上桌。所以，坐等诚意的新作品。02诚意其实差一点就做不成演员了，因为哥哥弟弟、叔叔舅舅等家里很多人都是当兵的，所以他的妈妈也想让诚意去当兵。期望他当兵回来就结婚生子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但是听到妈妈口中所谓比较好的人生规划，诚意一晚上没有睡着。他不想就这样过着一眼就看到头的生活，决心北漂，闯出一番事业。当时的诚意还没有当演员的梦想，高中一次学校举办了才艺秀的活动，诚意就组织了一个模特题海走秀。看到他优秀的外形条件，同学们都觉得他以后应该去做模特。之后，他去往北京，有了这方面的想法，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，最终考上。可刚出道时期的诚意没有那么幸运，他曾被很多导演和制片人拒绝。对他最严重的一次打击是，有一个导演对他说：“你这一辈子别去做演员了，你肯定不行的。”直接否定了他的一切，这导致诚意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不自信和迷茫的。但诚意是一个选择一条路就走到黑的人，他认定的事情就不会放弃。诚意相信自己能够做好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塑造好每一个角色。2011年，诚意在《唐宫美人天下》中饰演了一个配角宫廷侍卫冯小宝，从此踏入演艺圈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诚意做出了各种尝试，走的是硬汉路线，但并不出彩。直到2020年，诚意主演了古装仙侠剧《琉璃》，他饰演的司凤一脚大火，也让诚意凭借这部剧爆火。不过，很多明星只是昙花一现，一部作品爆了之后，后续再无出圈作品，也就被迫下桌了。可诚意是能够连续上桌的艺人。沉香如屑、莲花楼、南风知我意等作品都有很高的人气，让人反复喜欢上诚意。03每次说到作品，诚意都会觉得听到那些说他不好的话，他要反思自己，听取别人的好意见。但是每次说到作品播出的收视好时，他都会说那是全剧组努力的结果。其实，诚意的努力都被旁人看在眼里，和他一起拍过戏的人都评价他很认真、努力。他打戏不用替身，浑身是伤，但是从不觉得苦。每次问到他的伤势，诚意都说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有一次，在高温天气下，他不仅中暑，还发了高烧。为了不影响剧组的拍摄进度，一直强撑着身体拍戏。到最后实在撑不下去，他只请了1天假就又进组了。在拍摄《沉香如屑》时，
他的脚骨折了，但是没有请过一天假。而在不拍戏时，程毅就坐在小马扎上，沉迷于剧本中，别人叫他，很多时候他都会听不见。不过，程毅本是比较内敛的性格，但是一到探讨拍戏问题时，又会成为话痨，反差之大。程毅曾说：“少抱怨，多做事，准没错。”每次遇到什么问题，程毅都不会和身边人倾诉，每次睡一觉就好了。他觉得比别人多努力多付出一点，肯定会有收获。他一直朝着自己做演员的目标努力，从不放弃，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工作上面。不过，也许是他过于专注事业，在江湖，程毅有个外号是老干部。程毅玩手机时，手指的动作好像爷爷奶奶玩手机的感觉。程毅也不经常玩手机。之前蔡文静和他合作时，发现程毅的电话总欠费，或者手机网坏了半个月也不修，处于断网状态的程毅并不着急。有一次直播开场，他说了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急得身旁的演员提醒他没有电视机。明明是90后，但是生活习惯上像是支开了2G 网的老人。尽管程毅多次在采访中强调自己并不是老干部，也是会多关注外界世界的，但他的表现总是落实这个称号。其实也是因为程毅沉迷拍戏，角色以外的事情不太关注导致的。想起他之前的硬汉路线，真的太反差了，明明这么萌萌哒。04，程毅说过，好与不好的他都会忘记，活在当下，做自己。这一路走来非常不易，但也是因为他的坚持，不被动摇，有了这些好作品被大家看到。